大家好，这一期视频继续说这个安卓自动化测试常用的 capabilities 参数。上一期说了这个通用的，这一期就说一下驱动和服务相关的，主要是重点讲一下 system port 这个参数。至于其他的参数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一些优化性能的参数。设置这些参数可以提高测试的速度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好，来说一下这个 system port 这个参数。如果你有多个测试机要同时执行测试的话，需要指定不同的端口号。可以去看一下官网是怎么说的。这个参数的一个说明是，在测试电脑上用于 UI Automator 2 Server 的端口号，其实就是通过 ADB 工具做一个端口转发，把电脑上指定的端口收到的请求转发到安卓测试机上面运行的 UI Automator 2的服务。这个端口如果你不指定的话，它默认是会去取8200到8299这个范围内第一个空闲的端口。其实不设置也可以，但是这里有说，如果要做并行测试的话，建议设置这个参数。比如说你的电脑连接了多台安卓机，在往设备发请求的时候，例如在安卓机 A 查找元素 X， 在安卓机 B 查找元素 Y， 当同时进行测试的时候，怎么知道哪一个请求要发往哪一台设备？就是通过这个端口的转发。这样子讲可能有一点抽象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就是之前有一期说过这个 Appium 框架的基本原理，可以看一下。就是正常情况下，比如说如果指定了 system port 这个参数，假设指定为8201，那么在测试的时候，它就会在电脑上去启用8201这个端口，相当于是搭建一条通路，通过8201这个端口转发我们客户端发出的请求，转发到这一台安卓设备，默认是转发到6790这个端口。那6790这个端口号我是从哪知道的呢？就是执行测试的时候，可以去观察一下 Appium 的输出日志就能看到了。晚点再进行演示。比如有一台安卓机对应电脑的8201端口，我还有另外的安卓机同时进行测试的时候，这个端口就不能再用了。那我指定它用8202的端口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现在来实践一下。我这里有2个 demo， 就是把之前的 demo 改写了一下，是因为 Unitest 这个框架它本身是不支持并行测试的，所以我就把框架的部分去掉了，保留了这个正常测试的逻辑，并且复制了一份去生成另外一个测试 demo， 让他们去做这个不同的测试操作。其实框架的部分就是这一些。setup 里面的内容就是测试开始之前要执行的。tear down 是测试结束之后要执行的。这些就是我们具体的测试用例的内容。再把内容提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是 setup 部分的内容。
这个是我们的测试用例的内容，这个就是 tear down 部分的内容。好，现在都提取出来之后呢，这里既没有函数调用，也没有使用框架，所以在执行的时候，它是从上往下执行的。我这里是第一台模拟器，然后另外一个测试呢，用的就是第二台模拟器，这个 ID 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想用代码去实现并行测试的话，可以使用其他的测试框架，比如 PyTest， 或者是自己手动写一个多线程或多进程的代码去实现并行测试。但是这个是其他领域的知识，我就不在这里说了。我就直接依次手动去启动这2个测试。现在分别设置这个 System Port 是8200还有8201。来看一下，如果是正常测试的时候，这样子去设置有没有问题？先启动 Appium 的服务。这个地方我在第一台测试机的测试用例里，在测试开始之前加了一个等待，是因为我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这2个模拟器有一台是启动的比较慢的，所以这里加了一个延时，就是为了等待另外一台比较慢的模拟器去启动测试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去执行测试。然后观察一下现象。这是第一台模拟器，这是第二台模拟器。可以看到第二台确实启动的比较慢。OK， 结束了。可以看到他们在同时测试的时候也是没有报错的。那假如我不指定这个 System Port 的话，我现在把它们都注释掉。如果不指定的话，同时测试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来验证一下。可以看得到，第一个测试还没结束的时候，第二个测试已经开始了，说明它们是可以同时执行的，也没有报错，是因为 Appium 已经自动帮我们去处理了这一个使用不同的端口号。就像这里说的一样，默认情况下会使用这个范围内第一个空闲的端口。那我们刚刚有2个测试机，第一个在执行的时候，第二个也跑起来了，它就会检测到第一个端口号被占用了，那么它就会使用另外一个端口号。那假如我使用同一个端口号，把这个也改一下，都是用8201。理论上来说就是会报错的，来验证一下。看一下这里第二个 demo 已经报错了，错误信息是这个端口号繁忙，也就是被占用了。
这里的端口号指的就是我们电脑本机的端口号。如果你不是很理解端口号是什么意思，我打个比方，假设你有一个排插，有多个插口，第一个插口你连了手机正在充电，现在你的电脑也要充电，就不能再接第一个插口了，只能去接其他没有被占用的插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端口号并不是 Appium 特有的东西，它是电脑系统本身就带有的。可以通过一个示例来验证一下。刚刚我们这个测试已经完成了，这个端口也已经释放了。我现在用这一条命令去占用8201这个端口。这个命令其实是启动 Python 自带的 HTTP 服务。我在启动的时候指定了这个端口号，就把它占用掉。然后现在再来执行一下这个测试，不出意外的报错了。这里的错误信息也是说这个端口号繁忙，是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占用了。所以说这个端口其实它是系统范围内的东西。现在我把这个服务停掉，释放掉这个端口，然后再来重新执行一下测试。没有报错，也成功执行了。现在来看一下之前提到的这个6790端口号，可以看一下终端这里 Appium 的输出，搜索一下转发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它就是把我们电脑本机的这个8200端口收到的请求转发到了安卓机上面的6790的端口。OK， 这一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下一期可能还是继续讲一下其他常用的 capabilities 参数，那就下期见了，拜拜。